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带您关心到的是国际局势现在到底演变到什么程度了呢？英美联手轰炸也门叛军，现在难道惹怒中东了吗？现在呢，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就怒斥要把红海变成血海了吗？美国地缘政治实力是不是消退了？缅北要停战了，中国出面在昆明斡旋和谈。那么缅军跟反叛军现在达成了停火协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说了，10到11号之间，中方斡旋之下，那么他们已经达成了正式停火的协议。但是你可以看哦，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死未卜，美国有2名的海豹队员在亚丁湾企图登可疑船只，结果坠海失踪，无关也门叛军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海军海豹部队在索马利亚沿岸遭遇到猛烈的海况，2名特战队员登船的时候不慎坠海，至今还是生死未卜。那么现在在红海真的好动荡哦，美国2度空袭也门叛军。拜登称已经私下知会伊朗了。那么呢，他们针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位于也门境内的据点发动第2次的空袭，青年运动立即威胁会对此做出强烈而且有效的回应。美国总统拜登就说了，已经私下跟伊朗知会他们要空袭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带你看到的是，是不是下一任的中国外交部长刘建超现在访美释出善意，英美联手轰炸也门叛军军事设施。纽约时报说，青年运动侵犯红海的武力都没有减弱，美军也空袭了也门中俄罗斯他们都起反对运油轮停驶附近的海峡，包括中国以及青年运动的靠山伊朗、盟友哈马斯以及俄罗斯、土耳其、伊拉克都谴责英美这样的攻击举动。甚至土耳其总统埃尔段还说了，你是不是要把红海变血海？中国以及曾与青年运动交战的沙烏地阿拉伯则呼吁你们要自治。那么现在在中国呢，他们提出了旧金山愿景，含蓄的警告美国不要来破坏现状。那么呢，他们就说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建超周2现身纽约，在台湾大选之前，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联络活动。分析人士就说了，这是美国大选年，所以中方渴望看到拜登政府保持中美关系的好势头。布林肯会见了这刘建超，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布林肯除了提出对中国人权议题的关切，也重申台湾海峡跟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么中联部长刘建超访美会布林肯，葛莱仪说他最有可能接任中国的外交部长。他现在正在访美，昨天还会见了布林肯等政要，所以葛莱仪就分析了，下一任的外交部长很有可能就是由刘建超来担任。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缅北要停战了？中国现在在这一方面好像努力也成功了。不，因为中国大概是唯一跟各方都熟的这个大国了，所以而且这个也跟他自己的利益有关啦，比如说要取缔电诈啦，或者是不要波及边境啊，对，他都要处理啊。而且他已经介入好一段时间了啦，甚至包括果敢那个起义的军队去消灭电诈，有人就认为背后就是他支持的啊。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也不希望缅甸发生内乱太严重，所以他跟军政府也保持联系嘛，所以也跟军政府开了高峰会啊，这个算是圆满的结果了。就是能够停止战争，然后能够把那个不法的企业给做取缔嘛，然后就朝向正规的发展这样啊。那这个当然就展现一种大国协调的能力了。这个就好比你说美国要来协调也门这一边啊，那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针对以色列打加沙，那没有人敢出头嘛，那我就出头表达抗议。对，啊，可是因为他是游击队了，所以美国你说你炸这2次吧，有没有办法消灭他？我坦白说哈，只要美国的地面部队不登陆啊，没什么用啊。因为他们就是跑来跑去啊，就除非你登陆，然后让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没有办法接近海岸线，这样才有效阻绝嘛。可是美国不愿意，而且美国还公开讲说他们完全没有准备要跟胡塞武装做地面作战。那你既然这样讲，那胡塞武装就跟你玩捉迷藏啊，就你来炸啊，
那你来炸的时候我就躲起来啊。那因为他用的攻击方式，要么就是无人机、火箭弹，要么就是小船开出去。那你要知道，经过的货轮有12%是能源啊，石油跟天然气，那个不能够去容忍一次的打击啊，一次打击就完蛋了。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很麻烦啊，就说也不是美国打不赢也门啊，可是你这种作战方法是无效的。就是因为他用的就是游击战的方式来导致货运船的风险嘛。那你货运船，你再怎么样去评估你的成本，你也不要冒这种风险了。而且现在海上保险的价格已经提高10倍了，所以你宁可绕一圈呢，走那个好望角这样绕上去，多12天呢，但安全很多。我当然是这样啊，至少不会出事嘛，对不对？那我干嘛来这边呢？挨一下，搞不好我的货就烧起来，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是僵局啦。僵局就是说，它真正的起因是以色列没有人道对待加沙，可是美国目前并没有有效的做法要去节制以色列嘛，所以这个对抗的僵局就一直存在。那我们想问一下，接下来你怎么看？这土耳其总统埃尔段现在说，你们就是想要把红海变血海吗？因为事实上，美国这个攻击行为是相当危险啊，因为它会让这个阿拉伯国家啊被迫要采取立场，或者去声援这个胡塞组织。因为胡塞组织它基本上它的政治立场是维护整个阿拉伯世界回教的利益的。那所以他今天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攻击行为他的出发点就是从回教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他去干涉的，那是拯救他们这个巴勒斯坦的兄弟、回教兄弟跟阿拉伯的兄弟。所以如果说美国对胡塞进行比较激烈的手段的话，那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势必要表态。那你要知道，土耳其在这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时代它是回教世界的哈里发，也就是真正回教世界领导国家。那再加上埃尔段，他基本上他是非常非常重视回教，以及土耳其在回教史里面这种影响力。所以这个埃尔段事实上他的执政以来这个土耳其到处新修了很多这个清真寺。而且呢，你知道土耳其在这个革命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凯末尔就是现代土耳其的国父他是搞政教分离的，那就变成回教要世俗化，可是埃尔段是一个转变。那所以我觉得对于回教世界出的事情，埃尔段他的讲法他就非常非常的尖锐跟旗帜鲜明，所以他就反对美国去干涉这个青年组织。所以呢，他的讲话是有这个背景。那至于说他们会不会采取真的行动呢？以现在这个美国的军事打击的行为来讲还不至于真正产生美国跟回教势力的全面的对决了，全面的对抗。不过这些都是警告性的，尤其埃尔段，我觉得他都是警告性的。那埃尔段以他的过去在这个国际政治上的表现的话，他是相当投机的。他一方面又跟俄罗斯好，一方面又跟美国要武器，一方面又要加入欧盟，然后打回教世界他要出来吼几声。可是土耳其基本上都是出一张嘴而已，什么都没有做。俄罗斯跟他压力大的时候，他从俄罗斯拿到好处呢，他就向俄罗斯放一点水。美国跟他要求的什么？那压力大的时候，他也跟美国也妥协。所以埃尔段我觉得他在乎的是土耳其人土耳其这个国家真正的影响力了。还有就是说，他要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一个比较一个怎么讲，有一个主见、有一个立场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以现在美国对于这个胡塞组织，它不会进入怎么样地面的这种攻击行为的话，再从空中的打，那美国在整个回教世界做了很多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的话，如果美国没有进一步的攻击性的话，这个事情要再升高机会不大。斌哥你怎么看呢？现在葛莱伊点名这个刘建超会成为下一任的外交部长，是很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们现在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我觉得就是先让他熟悉嘛，跟这些美国这些相关的单位熟悉，然后慢慢彼此取得一定的这种默契之后，
也便于他的未来的上任。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当然，现在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讲都是重中之重，因为美国马上大选，那对大陆来讲，台湾新的选举结果产生之后，他也要美国赶快给他承诺跟保证，那他才能够确定他要怎么样在新的这样的架构下面去运作嘛。所以我觉得他们也这些相关的人士啊，这些东西大陆这边也要赶快定调，不然的话对他们自己推展工作也是会有造成一些阻碍。那我必须讲，美国会选择去攻击这个也门这个胡塞组织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大概只是一个单纯的恐吓意味，就是告诉胡塞组织你不要太超过，我们是有实力对你进行攻击的。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攻击本身不会有用处。那胡塞组织你根本威胁不了他，为什么？因为这个组织已经很久了，非常多年了。然后他虽然打下了也门的首都，可是他就是一直拿不到出海港口。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根本不靠海运的经济，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那他本来就没有了。那新闻大白话，那么接下来国会席次会怎么样来做这样子的攻防，我们就先带你来看。不过我们要先讲到的是，民党过去呢都跟美国是好朋友嘛，那么现在民进党又当选了，美国第一时间反应是怎么样呢？很奇怪，拜登第一时间不是送上祝福，而是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就在赖清德跟萧美琴胜选的那一刻，比起各国的祝福，美国对此第一时间只有回一句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现在大家就很好奇了，接下来赖清德上任之后会不会成立联合内阁呢？赖清德说他愿意跟在野领袖来商议国事，不分党派解决问题。他说呢，未来也将筹组民主大联盟，不分党派，让好的人才加入这个政府的行列。只不过现在大家就很好奇了，那你行政院长要找谁呢？有人就被点名了，包括了谁？包括了林佳龙、郑丽君，甚至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呼声都很高。赖清德即将组阁说要广纳跨党派的人才嘛，现任的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呼声不小，郑丽君也被视为这新系期待出任的内阁，会不会是第一位女性的行政院长呢？此外，陈其迈也是这个黑马人选，曾经跟赖有微妙竞争关系的郑文灿，接下来的动向也引人注目了。但是也有这个媒体就点名了，会不会他来找来马前政府的阁员，也就是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呢？只不过现在赖清德总统兼党主席，英系的版图大减，新潮流的时代是不是即将到来了？你看英系在2019年蔡赖之争之后，跟赖清德当然仍有所汉格，这回派系大将罗致政、苏治芬这代表英系的，连同蔡英文党主席时期提名的几位英系不分区，都已经不会在立法院了，派系实力可以说是大减。虽然抢救王一川最后还是失败告终，未来正国会是不是继续替赖清德背书，现在也出现了分歧点。有派系的人士说，几个民进党内实力派系并非对赖跟新潮流资源一把抓没有意见，尤其现在赖清德是如日中天之际，那么呢，短时间势必只能靠上去，但是寻求合作的机会，日后时机就很难讲喽。那么现在造王者新潮流称王了，赖清德进入总统府之后，肃杀猎杀的权力战争是不是要开打了？你看新潮流深入竞选总部，民进党中央甚至是行政体系中有不少的新系位居要职，新系的血脉将贯穿各县市的决策国，而且新潮流已经隐身术被看穿了。这一回参选总统的侯柯都专门为新潮流画了箭靶，甚至这个柯文哲不是讲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吗？那么现在新潮流势力变大了，势必也会遭到锁定。但是新潮流虽然变大了，北流跟中流受到影响，只剩下南流了吗？同时，国会最大党民进党在立委只拿下51席，光是新潮流就占了1/3。新系在本届国会斩获了17席，在民进党当选的36席，区域立委就取了13席，占比超过35%，而在整体的51席里面也占了1/3。但是新系还是有重伤，虽然南流稳住阵脚，在嘉义以南全部都是全垒打，但中流、北流影响很大，包括了谁？你可以看到新系的云豹小公主之称的
的赖品妤就没有了，包括了许淑华也没有当选，甚至在桃园的郑运鹏、黄世杰，甚至呢，跟他们比较友好的赵建宇，通通都已经不见人影，还有台中的张廖万坚也挂彩了。那么现在大家也很怀疑了，虽然是赖萧配已经确定前行，但是萧美琴走的是小英路线，赖清德真的也会遵循持续走下去，两个人不会有这个所谓的磨合期吗？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就美国总统拜登讲的这一句话，是不是蛮耐人寻味的？我这表示，因为拜登刚见过习近平没多久嘛，那美国当然不希望台湾有变数了，那这个也没什么稀奇啦。实际上选前不就已经透过3个智囊的学者发表一个文章，甚至还希望赖清德在520之前能够先冻结台独党纲啊。所以拜登这个只是重申他本来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北京可能期待拜登要落实这句话，比如说不支持台独，你做给我看啊，你做给我看啊，对不对？那北京的意思是说，要么你就不要军售台湾啊，要么你就支持我的和平统一啊。那这2点美国都做不到啊，可是美国不能都不做啊，对，所以他就第一时间就讲了这个话啊。可是讲这话没什么啦，因为这本来就是美国的立场，这在国务院都公开贴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观察的应该还是赖清德在520就职之前会不会在党内对党纲做处理了。我觉得大家关注的还是这个了啊，因为这样比较有实质性啊。那至于你说，新潮流会不会独霸整个民进党或行政院啊？我认为非常困难啊，因为他的底气不够了，你只有40%然后你的立法院也不是多数，对啊。那坦白说了，在陈水扁当2届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部长是很容易阵亡的，因为只要有人对你不满，我就把消息泄给在野党，让在野党来斗你啊。对，你撑得住吗？这跟蔡英文不一样啊，因为蔡英文是提供啊囝啊，蔡英文当2届国会都过半啊，对，所以光是民进党就可以护你的官位啊。可是现在不是啦，现在你民进党立法院不是多数啊，所以你只要有什么样的料被报到在野党那边，搞不好你就无路可逃了，你知道吧？所以我认为他没有那个底气敢乱来了。就是说，你说新潮流要霸什么职位，你要霸什么职位，我就把这个讯息丢出去啊。而且目前看起来，行政院长，我认为不可能是郑丽君啊，因为郑丽君又不懂财经，你这个行政院长一定要有当过市长的能力啦。所以你说林佳龙、陈其迈当然都有可能啊。可是陈其迈现在还在任内，对呀，那这样不就变成落跑市长了吗？会比较不方便啦。我当年那个赖清德也是从台南就走他的路，直接来当行政院长啊。目前我认为林佳龙确实希望最大了，确实希望最大。所以跟郑国会还会再有继续合作。他应该就是会用非新潮流系的人当行政院长事实上，陈其迈也不是啊，对不对啊？那郑文灿他是协调性很强嘛，那郑文灿会不会继续当副院长，这个还不知道啊。所以郑文灿在行政院长这个美梦可能就没了，因为这次桃园也选得不好。我觉得不太可能2个都新潮流的，因为这个对民进党来讲就权力太集中了，说总统也是新潮流，行政院长也是新潮流。事实上，郑文灿跟赖清德本来就是竞争关系，所以当有一个人得到主位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恐怕就要让开，让别的派系进来，这样。所以目前看起来，我认为林佳龙是最方便啦，最有机会补上这个位置啊。那他如果上来的话，整个行政院的布局就不可能就都是新潮流的，不可能啊，一定会比较。而且我认为赖清德应该还会去网罗一些没有党籍的人啊，因为你现在要透过说跟国民党啊或民众党协商，请他们推荐阁员，我觉得这个很困难因为你这样就等于被摸头了嘛。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我认为不太可能，恐怕他是自己去找啦，找适当的
非民进党籍的人来当阁员，这个有可能啊。所以他虽然说用人唯才啦，不分党派啦，可是这个应该不是透过政党协商完成的啦。不，我认为不太可能有政党协商啦。我们来问一下，就韩彬哥你怎么看呢？好像新潮流现在只有南流稳住阵脚，你看这次立委选举当中，北流、中流好像都已经被人家来就是翻转了，您怎么看呢？这一次当然因为民进党在立委的选情，他在北部跟中部都选得非常糟，桃竹苗还全灭，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然对新潮流、北流、中流是一大打击啦。那但是问题是，新潮流的实力还是在那个地方的。你看他在国会之内还是有1/3啊。那新潮流最厉害的就是会照顾自己人啊，这些人可能你说有机会的可能会留在选区再战，那很多可能就会入阁啊，或者说先帮他安一个职位啊，让他蓄积能量，继续再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去帮新潮流担心了。新潮流人家的生涯规划是很好的，我从来没有去帮他们担心这一点。那至于说陈其迈会不会现在入阁，我认为不会。因为陈其迈现在正是他高光时刻，他干嘛要这个时候入阁？他再怎么样也要等到他有接班机会的时候，因为现在是赖清德才刚上嘛。对。那你想想看，他如果去当行政院长，你知道这个第一任行政院长会非常难当哦，因为国会他们不是多数啊，你很多东西可能会直接被国会打枪了。那你这个中间协调啊这些的能力很麻烦很复杂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一任行政院长应该是一个尝试缓和型的，他甚至可能找一个就是非民进党的人来当。但是不会是其他政党，也不会国民党，也不会民众党，可能找另外一种民间人士这种类似这种人，亲绿的，对，就是跟绿的关系不错，但是没有明显党派色彩的这种人，也许可能。那陈其迈根本不需要，陈其迈我认为他比较可能像是什么，比如说他高雄市长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比较有可能入阁啊，或者做其他的东西，因为现在对他来讲根本没必要。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是认为说。赖清德一开始应该会，因为他并不是多数当选嘛，所以他必须要去笼络一些东西，所以在派系上他会力求稳定党内的派系。因为新潮流虽然占了1/3，可是其他的派系不见得会听他的话。那他自己本身少数，如果他国会内部其他派系都摆不平的话，到最后他就拎不出总统府，那不是也很难看嘛？所以我觉得他会至少暂时先保持一个派系的和谐。那至于说用人唯才去用到其他政党。我就直接讲了，国民党第一个不可能给他用，因为现在这种对立的态势非常明显。那民众党当然说，不排除各种合作。那你去想想看，如果民众党这个时候假设哪一个民众党的人被赖清德拿去入阁了，或者甚至当行政院长或者做其他的东西的话，那民众党未来的路线到底要怎么走？你要知道，民众党虽然说我们目前看它结构可能是蓝的占1分，然后绿的占3分。就是以4分来说的话，蓝的大概25%，那75%的人只是比较亲绿，但是没有真的认同绿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你慢慢去看起来给人家的感觉你是跟民进党合流的话，这个对民众党治理是会有伤的，因为到最后你所有跟大党合流的党，到最后就被吃掉。你看时代力量跟基因侧翼这两个全部全灭，就是这样。那民众党要自己走上这条路嘛，所以我觉得他们自己恐怕也要去想清楚了。那至于说，我觉得最趣味的就是罗致政了，对啊，罗致政接下来路到底要怎么走，这很难想象，真的蛮难想象，因为他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个影片，是录音带，那个录音带真的是要命的录音带，还到总统等级，是因为有总统、行政院长都被你录了，现在民进党到底有哪个人敢接近他跟他讲话？我看恐怕都很难，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罗致政未来的动向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探究，像他这样到底要怎么样？重新延续他的政治生命，那我只能说，今年选举最幸运的人就叫叶元之。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介大使，您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接下来啊，在立法院新潮流一定会成为攻防的重点嘛？因为从选前就在喊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的这样子口号，您怎么看呢？当然，新潮流它不是说在民进党外它有争议，在民进党内部它也是有很大争议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赖清德必须要。先把他的内部的平衡要把它处理好，所以对他最好选择当然是派系的平衡啊，他不要一把抓。现在他的刚刚拿到权力啊，他是以稳定为最优先的考量，不是先想要实现他的很多的理想了，稳定是第一。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是选这个民进党党内的人出来做阁揆，一定是考虑到这派系的平衡。哎，他不会让人家感觉到说啊，他是新潮流的，还要把新潮流所有的位置都吃光抹净啊，因为他一个人就够了，他新潮流他就够了。可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因为这边也传了这个朱敬一哈，其实朱敬一最近发了一篇文章在网上疯传，1月5号的时候。他这篇文章啊，叫台湾要往何处去？他鼓励强调投票不是在选政党，也不是选立委而是在决定台湾的未来。然后他里面对中国大陆的制度做了极低的评价，所以他认为就是说台湾要珍惜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价值啊，所以要出来投票决定台湾的未来啊。那1月5号发这篇文章，以他的背景来讲，其实就蛮有敏感性的。我觉得，而且他的主张是讲台湾的前途，对。那么他超越党派，虽然他过去他是这个马英九的时候做过官，可是呢，蔡英文上任以后，他也在蔡英文政府里面担任驻 WTO 的大使，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蓝绿都有从政的经验啊。那这个就让我想，因为现在也在传他，那就会想起来，其实现在赖清德的处境跟当时阿扁39%当选的这个情况也蛮类似的。那当然，他现在考虑到就是说，最重要他要稳定住，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差错在权力的交替着。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时阿扁找的第一任行政院长是谁？唐飞，叫唐飞那而且是不但是这个国民党籍的，而且什么？而且是军方背景的那所以就变成，我是觉得现在如果说要有黑马的话，那说朱敬一是一个黑马也不为过了。不过，任何以一个他不能够超过半数就取得大位的人来讲话，他心里面上都是以稳定第一阶段尤其前4年，先求稳再说。先求稳。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里面传了。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以派系平衡上来讲的话，如果不是让这个正国会对，那么这个拿到一个很大的位置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派系，不是新潮流的，就是林右昌。林右昌，那他也做过县市首长，也做过中央的部会所以他也可以说是我觉得他也不应该在名单外了，考量的名单之外。好，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一起来关心一下国际的局势。其实美方即刻派代表团到台湾来的讯息，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大家，他担心台海局势。所以台海局势有没有风险，不止我们这个国内国际很多媒体都在关心，才会认为台湾这次选举很重要嘛。大家在观察陆方的各种声明蛮强硬的之外，日本呢怎么看？这个是在维护选后台海稳定的目的很清楚。布林肯直接去会见了中日外交官，两个人讨论什么？讨论中东局势之外，当然就是要维护台海、南海和平的稳定的重要性。台湾如果有事，那日本就说会不会有事？然后当然就担心台湾有事嘛，前提是如此。所以日本就要设研究小组，专门制定离岛撤离计划，考量的是，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要制定冲绳县、仙岛群岛这些地方有安全撤离计划。新年度在内阁官房长官所成立的专门研究小组里面，专门研究这件事情那拜登呢，其实真的很忙，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分身可以顾到多少地方？他所谓的朋友们，例如像红海危机呢，就是因为一直不停的有也门的青年军发动了轰炸，所以拜登也就在这个国会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直接新年就在度假的同时召开国安团队，直接发动了轰炸，在进行拟定了12天的外交军事规划，拍板打击青年运动70处的据点，以至于这个红海的动荡很多的航运一直被轰炸、被攻击的情况之下，2度他又空袭了也门的叛军。拜登说，伊朗的部分他已经私下知会，当然也不希望这个战争是过度的扩大，所以对28个据点进行空袭之后，打击超过60个目标，所以这个青年运动立刻威胁对此做出强烈且有效的回应。大家都还在看伊朗会不会有什么反应，或者也门的这个反叛军还会有没有什么动作。红海这个危机，当然全球的这个油价啦、运费都大涨之外，更是担心还有没有可能影响
再开战线呢？那有没有违法？拜登下令要空袭也门这件事情是国会的部分很有疑虑的。美国众议员康纳就跳出来说，宪法第1条规定，美国总统如果要下令攻击，要干嘛呢？必须要先告知国会，不管在白宫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都会坚持这一点。他直接跳过了这些议员自己下了决定去轰炸。国会很有意见，包括美国众议员波肯也说，美国不能冒险卷入另一场未经国会授权，而且长达数十年的冲突，继续空袭也门之前，必须跟国会合作。但问题是，他已经空袭了，接下来要怎么去跟国会说明哦？在很多的分析里面认为，法新社报道，拜登希望针对青年运动空袭，能够让他在国内外展现出硬汉形象啊？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就换他选举啦，11月就换美国大选要登场啦。外交一直吃瘪，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住局势，对拜登选情不利啊，所以他希望透过这样的运动来把红海控制住吗？还有，如果青年运动持续攻击红海，会影响国际航运之外，运价、粮食啊、汽油都会飙升。不过他轰炸也的确立刻让油价飙升，反而影响拜登连任的希望吗？一切东西为了选举啦，选举考量，拜登要担心了。所以全球能源战来啦，美英攻击也门叛军，推升的油价1%啊！拜登说他很担心油价还有这个走势，但是原油出口结果搞了半天一样，就像当初封锁俄罗斯一样哦。美国还是局部的冲突大赢家，因为国际能源署统计啊，去年12月最后一周，美国对海外的石油供应桶的量啊，已经日均是391.5万桶。增加多少？不少变成529.2万桶，增幅一天是130万桶。而卖到国外去的呢，更是增长了35%。所以大家需要油，可能在中东这里的航运各方面的危险性的时候，又涨价的话，那谁获利？答案很清楚。所以制裁没有解除哦，有一个现象被媒体发现了。去年11月，美国进口价值将近75万美元的什么呢？哪里来的原油呢？俄罗斯原油，它标志从2022月以来，这个美国实施能源禁令以来的首笔交易。那当然，这个交易可能就会对欧日都造成影响。它不是要求大家都制裁嘛？那结果搞了半天，他自己也买了，不是吗？将军，我们在看这个国际局势里面，担心台海有事哦，日本啊周边的状况，当然美国能不能分身乏术也是一个重点。我特别先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标题哦，拜登绕过国会。这件事情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其实也是我们所担心的。拜登没有绕过国会，因为他不是宣战，因为国跟国之间才宣战的话，你要经过国会同意。轰炸。他如果说他这次只是军事行动，就跟普京说他是特别军事行动一样。那我特别为什么要讲说这句话很重要？其实这个中共他们对台湾也有通过这个法律，就是说对台湾来讲，它叫做这个非战争行为状况下之军事行动准则。就是说，他把台湾视为说，他你不是国家，对我如果说要打你台湾，你是国家，我才跟你宣战。如果你不是国家，你是我的这国内的一个我们之间国内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不需要跟你宣战，我就直接可以打你了。所以说，拜登这次文字的灰色地带，对文字的灰色地带，这就是让我们比较担心。拜登也是利用这种文字灰色地带，他没有经过国会同意，他说我只是军事行动。普京当初也是用这种话。但我特别讲，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在关注选举，其实这是红海，这是胡塞组织很严重，真的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不是影响运价，其实已经影响到特斯拉还有富豪这2家的车厂已经停工了，它供应链已经断掉了，来不及生产，供应链已经断掉。那美国拿胡塞组织真的一点皮条都没有，你去轰炸了2次，他继续给你干，他逛，他两颗飞弹继续打过去。你知道那个岛长，那个我们讲曼德海峡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它海峡本来就已经很窄了，它中间还有一个岛叫毗邻岛，然后毗邻岛这边是大峡，这边是小峡，然后那个很奇怪，那个大峡海底下面那个礁石林立，船不能走，一定要走小峡，小峡只有2公里，也就是他用炮就可以打你了。那你怎么去弄？那美国现在用飞弹去打，我跟你讲美国应付胡塞就像什么？我举个例子跟各位讲，大家知道美国有多烦。就像今天晚上睡觉有一只蚊子在里面一直吵，对不对？好几只蚊子，那它不怕你打，对不对？它好几只，然后你拿大炮去打它，
现在美国就是这样，拿大炮拿那个飞弹，对不对？打了将近100枚的巡弋飞弹，找不到捕蝇拍，只好用大炮打。一枚200万美元，然后就2亿美金去了。结果你还是没打到他，因为他不怕打，还是找不到。他叫拖鞋军，他都穿着拖鞋到处乱跑，你没有目标。其实他已经非常的骁勇善战。他跟谁打？他之前是跟阿拉伯打，跟沙特打，跟阿联酋也打，因为他们是这个伊朗支持他的嘛，所以沙烏地阿拉伯拿他一点办法也都没有。那现在美国来讲的话，只能拿大炮去打蚊子。那到后果状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美国被拖下水了。其实对美国选情来讲，反而会不利，这后续来讲很难善了。稍后回来，我们有更多深入的讨论，马上回来。台湾的选举刚刚落幕，全球很关注的当然就是台海危机。可是其实有一个地方，红海影响的全球，在所有的原物料还有整个物资，所谓的红海危机，在经过美国轰炸之后，可能还会什么样的发展？红海的危机最主要其实是对拜登的考验。为什么呢？因为拜登在他任内其实做了几件事情，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运动其实是有帮助的。比如像说，他要求他施压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不要再介入这个也门的内战。那这个其实对于沙烏地阿拉伯，对于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同时，美国把这个胡塞运动把它取消，因为他把它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的这个清单上拿掉。那这些都是拜登政府任内的，所以现在共和党就把这些当作是拜登政府的这个失当，就是说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让沙烏地阿拉伯没有办法再有效的去支援这个也门的原来的这个政府，然后让这个胡西运动继续做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他现在不但做大，他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什么呢？成为一个整个联盟体系，就是整个仇视美国的联盟体系。他除了这个也门的这个胡西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然后还有伊朗，甚至背后还连接到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大陆。他说这样整个反美的这个联盟呢，其实就是对于美国最大的一个考验。如果美国不能有效的打击，美国将会使得这个联盟呢更加的大胆的去挑战美国所维系的这个国际秩序，包括所谓的航道的自由通行。而这是为什么拜登要去做这个行动，要去采取军事行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去预先防止共和党在国内对他的一个挑战。那当然，这里头其实也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实际上，因为他这个在红海上的这些行动，刚才将军讲到，就是说对富豪汽车啦，或者对这个特斯拉，全球供应链，还有，因为这一条航道，其实哪一个国家会受惠呢？这条航道的这个航运的利润，埃及会受惠，而埃及是美国主要的盟国。那大家知道，其实埃及也是有好些年，埃及是全球接受美元最多的国家。那所以说，当然这里头它就变成说，你如果美国不出手，以后你的盟友都会离开你，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已经为了要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去买俄罗斯的柴油。虽然美国在制裁俄罗斯的柴油，但是沙烏地阿拉伯去跟他买他的柴油，包括以后埃及会不会也倒向俄罗斯？所以为什么拜登一定要出手？他的国内的政治考量，当然也是因为他整个被认为说他对于中东他有一些重大的这个失算，所以他要弥补这个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台海会不会有更高的螺旋攀升的风险数？那么从日本、美国的反应可以来观察。我觉得这次看这个台湾的反应哦，你如果看英文的媒体哦，特别是英美的媒体呢，他们都强调说赖清德的当选呢是给北京打脸哦，就是说可能是更激怒北京。但是你看中共国台办的反应呢，我觉得他们却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民进党不代表台湾主流民意。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中国大陆方面呢，他们并没有要升高紧张情势，可是美国方面呢，很担心紧张情势会升高。为什么呢？因为
拜登总统讲出了真心话，因为美国方面真心的相信呢，赖清德是要搞台独。好，那也就表示说，赖清德跟萧美琴所谓毒上加毒，并不是中共一厢情愿的看法咯，并不是只是中共外宣的部分哦，包含连美国人可能都这样认同咯。那现在美国人因为这样认同，所以布林肯他现在呢不止，就说美国不止赶快派代表团，今天就已经抵达台湾了嘛。刚才前面也已经讨论了嘛，马上要去警告赖清德嘛。现在包含布林肯，美国的国务卿，赶快去见中方，中国大陆方面，然后赶快去见日本，因为呢，他们如果不是坚信赖清德可能要搞台独甚至中国大陆方面，他们也担心中国大陆方面对一个独派的人当选总统可能会引发的不安，他们何必做这么多的动作，包含布林肯马上跟中国大陆的人要见面，还要去见日本。好，那日本也非常紧张。日本在讨论说，哇，如果台湾有事，我们有事。日本现在已经要设研究小组，制定他们的离岛撤离。政党轮替没有实现，不过呢，接下来要回归到立法院，可能要加以如何监督各种综合的这个整合还很难说。而对于侯友宜来说呢，当然他昨天第一时间败选，就告诉大家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责任，他不要党内在所谓的内部检讨。而今天一早他立刻回到了市政行程，他说绿意侧翼要发起罢侯团体积极要复制当年的这个罢韩的策略，社群在串联啊。那他自己就说是要赶快就上班，要陷入市长保卫战吗？他所谓的7.7万人的罢侯社团蠢蠢欲动。侯友宜的做法是，他先向新北市民道歉。当然，他在总统得票，在新北市也没有讨到好处，输给了赖清德的组合不过他说，接下来我会加倍奉还，在市政上更努力。所以新潮流呢，这一次是第一次有了新潮流的总统出炉，但是是不是真的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呢？在新潮流的几个他的子弟兵里头，许淑华直接掉了第7选区，输给了徐巧芯。那他一再辅选，甚至还当了竞选主委的赖品妤也掉了。桃园第1选区的郑运鹏更不用讲了，直接是以参选过市长的这样子的规格，居然还落选，输给了一个年轻的挑战者。而桃园第2选区也一样，同样都有桃园郑文灿大阿哥执政8年的桃园是全军覆没，然后台中的这个廖先祥也打败了张廖万坚。所以新潮流系看起来好像很风光，但廖伟翔党内也还有很大的争议正在持续的，有没有？像现在要组阁，说不定还有很多内斗正在蠢蠢欲动。新潮流系很多梗图来笑小鸡们跟我来，美德赢台湾，大选后狼嘞，这些跟他旁边的这些小鸡很多都不见了，拥抱小公主，这个是等等，加强辅选的这一位也不见了继续要考验人民智商吗？那所以张善政当然也保住了在桃园这边，让这个大阿哥的选区整个被歼灭，剩下南流稳阵脚嘛，浊水溪以南倒是赖清德还笑得出来，因为虽然痛失国会最大党民党拿下了51席，新潮流占1/3，其中这个比例上来看，未来赖清德立法院很多政策要推动，不像以前可以为所欲为咯。那立委少4席之后，网路酸没关系啦，反正落选人在民党的风格是这样，马上都有官做嘛，所以不用担心是不是这样，因为马上就要组阁了。那在组阁名单里，刚刚讲的大阿哥是不是就没有忘了呢？其他有各种的人选正在讨论当中。那么不止 ECFA， 还有更多的两岸之间的挑战。也就是说，很多在选前大家分析的都认为，一旦赖清德如果当选的话，两岸之间的沟通几乎中断的情况不可能重新再开始，还会更严峻。第一个接到挑战的就是 ECFA。那么接下来当然还有更多赖清德上任之后不会再客气的物价通膨吗？兵役延长、战争的议题，有没有两岸之间更严格之后，陆生什么通通都停止了之后，两岸之间是中断会更
单方的依赖美国的结果会如何呢？美国众议长520之后就会派团访台了。拜登重申不挺台独，而当然，美国所派的大选之后立刻的这个访问团，已经今天就要落地来跟相关当选人来做谈话，是要交代什么事情嘛？那只有赖清德知道啦。那拜登被问到对台湾大选的看法的时候，他重申不支持台独立场，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Johnson 期待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持续合作，5月派代表团参加就职典礼。布林肯，美国国务卿，他是发了贺电祝贺台湾大选，盼跟台湾各政党领袖合作，恭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了民主体制选举程序。其实我们看到陆方这边所提的各种声明，其实都还蛮严厉的哦。所以永明姐怎么看？所谓现在你刚刚一开始已经讲了，罢韩，你认为罢侯是不可能？对我再郑重的讲一次哦。罢免侯友宜这个事情呢，我奉劝民进党不要轻易尝试哈。如果呢你们不信邪啊，还是要一意孤行的话，哦，那我就用谢龙介哈来的那个引述他了啊。谢龙介现在可进立法院哦，啊，要罢免总统的话，立法院1/3的立委提案就可以成案喽啊。那谢龙介如影随形赖清德，他就说呵。好，他就呛虾，我的底下在蛋里倒阁。对，简单讲呢，倒阁啊，罢免总统呢，只要在立法院，你没有办法掌控立法院，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好，也就是说，如果那么弱势40%的总统，只因为我们选制没有办法进行2轮投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选出大多数民意的这个总统。昨天那个郑春琪老师做了一个算法，我非常的佩服。你还要乘以投票率，也就是说，全台湾有公民权可以投票的人只有70%出来投票，所以你实际拿到40%的选票，你还要乘以70%，等于全台湾有公民权的人1/3的人都没有支持你，哎。都没有支持你，然后你这样子很嚣张的人要出来搞东搞西，继续对抗民意的话，那你一定会被反噬。好，这是第一个，我先郑重预告。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新潮流的问题，新潮流问题为什么在这次会成为政坛的一个焦点？因为新潮流在提名赖清德的时候就放出狠话。就说新潮流全面执政的时代来临了哦，这句话一讲呢，不止在野党很反感，民进党非新潮流派系的人也很反感。结果这一次呢，你看一个图，中箭落马的人呢，新潮流特别多，对不对？而且都是新潮流的明星级的人，这里头还包含一个我刚才没有提到，我们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还代表民进党参选桃园市市长，市长级的立委郑运鹏，形象也不差的郑运鹏，还有一个帅儿子，这次都被有点擦掉了，对不起，这次都被论文啊等等，对，这一次都被。一个大家全部的人都在说这个牛煦庭是谁呀？这牛煦庭是谁呀？连国民党的人都要问，因为他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代表国民党哦，有一段时间还是无党籍，对，后来才又回国民党的，被这样的一个人打败，这个就可以知道说新潮流系在桃园哦，民众呢他过度操作到民众多么反弹，因为大家要晓得哦。北流的代表性人物郑文灿是在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这个资源跟他的位阶，他是多么认真的跑到桃园去拉抬这些立委。桃园的里长呢，每一个都被郑文灿呢打电话问候啊，不断的 call 人，不断的怎么样？郑文灿是非常认真的辅选哦，结果这次桃园赠送给他的九合已经败一次，这一次更是对跟。张善政的佛系方式呢，天然地北。那时候国民党都插了一弹说：“哎呦，张市长你太佛系了吧！”这个郑文灿一直来，结果没想到呢，开票出来呢，全垮，团灭，然后呢，佛系胜利，哈。
张善政的这种专业的形象，对，以及他的亲民哦，然后不随便的恐吓你，不随便的用资源来拉拢你呢，反而获得了桃园市民的部分。不过我最后我又要讲一句啊，眼看着北流全灭，可是民进党特别新潮流，他很喜欢做违反民意的事情啊，所以现在最有可能阻隔的是谁？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北流的霸主郑文灿被团灭了之后，他没有希望哦。我认为以赖清德的个性，还有新潮流的风格，最有可能阻隔的反而是全败的郑文灿。这个我稍微观察一下，绿媒几乎把他排除在外。那如果真的还是他的话，那真的就是赖清德或者是蔡英文一力要相挺了哦。老师怎么看呢？那以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对于台湾的国际处境、两岸的关系，会是一个新的更严峻的挑战吗？我看很多有一些这个外媒的报道，它的标题怎么下呢？就是说，台湾拒绝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台湾选民表达了拒绝中国的意向，但是两岸关系即将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台湾可能会面临到中国大陆更大的压力。我觉得其实这个讯息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尤其在赖清德他在整个选举的过程里头，他的各项的表态，包括说中华民国是灾难，中华民国是神话了，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啊，这些等等的表态，其实真的是不要说是中国大陆，我觉得美国都非常担心哈。那基本上来讲，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在选前。这个是过去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选前美国就跟中国大陆有密集的这个交换意见，包括刘建超到华府去访问，包括雷蒙多跟这个大陆的这个商务部长去通话，那甚至这个刘建超在美国还见了副国家安全顾问。那现在结果这个。当记者去问拜登的时候，他的反应居然说，问他这个台湾选举的结果，他居然反应是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也是高度的紧张，非常担心现在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在未来的这4个月到520的这4个月，会越来越紧张，会越来越复杂。为什么呢？包括说，众议院议长强生要派团来这个参加这个赖清德的就职典礼，那他。派团来参加就职典礼，他派谁？他说要派一些这些所谓的 committee chairs， 就是这个委员会的这些主席。那这些人每一个都是一个大神功啊，那每一个都会有很多的想法啊。到时候第一个会不会派这个军机来？我想到我们还要买什么？对啊，第二个他们也可能一方面会这个严厉的批判中国大陆，二方面当然我会跟新政府有一些他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我觉得恐怕是下一任政府会非常非常头痛的事情啊。就我比较担心，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这些深绿的这个团体啊，反而把它当作是一个机会？哎呀，又在那边说这个是美国来支持赖清德，美国肯定这个台湾独立啊。那我觉得就真的会让这个新政府呢，这个抱着头烧，因为他这边是左右为难。当然，也许他心里想法觉得刚好他就想要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台湾政府。在昨天啊，美国拜登总统亲口讲出来说，第一时间知道赖清德当选说，我们不支持台独。我觉得是这个再怎么深绿独派，恐怕也知道他们的计谋无法得逞。所以代表团要来交代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我们看昨天的那个情况，选举之后，其实很多有一些绿营的朋友是很兴奋的，他没有看到这个选民所表现的意向，他也没有看到国际上的这些忧虑。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当然，我觉得我希望啦，这个未来的这个赖总统真的是头脑要清楚一点，真的要了解到说，其实大家对于台独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担心。你看他的这个就职演说，他的这个当选演说里头，他提到了中华民国宪法，他提到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但他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宪法。我觉得他还是在内心深处里头，他可能还是认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灾难。我希望他能够再向前走，多走几步啊。那当然，你看他也在第一时间，他还是没有用像蔡英文还会用对岸啦、北京啦，他就是直接用中国。我觉得那些其实都反映了他未来的可能的一个倾向。那这些可能就会面临到美国的这些不同的这些声音就会出来，美国的压力就会来，包括美国行政部门，但包括这些
共和党的国会部门，尤其今年美国要大选了，这些人都有各自想要表演的戏码，台湾怎么接招啊？到时候如果大陆也有他的戏码，那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台海的和平稳定我觉得会面临一个最严峻的考验。将军当然从两岸之间本来已经中断各种交流嘛，学生、陆生还有一些旅游团各种交流中断之后，现在更严重的问题，会不会有更高的风险可能会攀升？威廉赖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了。这个欧亚集团这边发表了一份这个美国3大危险的朋友。我跟你讲，危险朋友比危险的敌人还可怕。他把它列为危险的朋友。哪3大呢？我念给各位听。第一个是泽伦斯基。第二个是纳坦雅胡，第三个就是我们威廉赖。我们的威廉赖跟纳坦雅胡同等并列让世界看到台湾，真可怕。但是我们台湾凭什么资格荣登这个宝座？人家泽伦斯基好歹有广大的土地，有4000万的民众，还有北约在后面当他的靠山，对不对？如今打到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说他是美国最危险的朋友？因为他现在最需要就把美国拖下水，来跟他一起打仗。对，这是泽伦斯基的这种目前的算盘打的是这种算盘，所以说他把他列为美国最危险的朋友。第二个是纳坦雅胡，我跟你讲以色列打到现在已经打了3个月，他们号称已经打下，事实上他连北加沙都没打下，你知道，打到现在北加沙都没打下，所以纳坦雅胡现在他最危险的敌人是哪里？是这个反正不管是胡塞组织。或者是伊朗是他最危险的敌人，所以他希望把美国也拖下水，当然会把美国认为是他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朋友，把纳坦雅胡也列进去。那我们威廉赖凭什么被列入进去？因为我们威廉赖认为说我们台湾有3大法宝，所以说美国一定会来支援我们。第一个，我们是自由民主的盟友。可是我特别要讲我跟你讲，难道坚如磐石？难道这个当初泽伦斯基乌克兰，美国不是也是这样跟他承诺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是美国根本就不敢去地面作战。第二个，我们威廉赖他认为说，我们台湾能够屹立在这边，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地理位置、地缘战略很重要，位在第一岛链。可是我特别要提醒美国人家还有第2岛链呢，他会把美军派到这边来，跟你牺牲他这些子弟兵，为了保护你第1岛链，他有第2岛链可以守对吧？他可以退到第2岛链，万一事实上美国现在也确实是在往第2岛链做战略退却。我们不管是看到他在天宁岛或这地方的基地建设。第3个，我跟你讲我们威廉赖认为我们台湾还有护国神山台积电，但是这个台积电已经被这个蔡英文挥刀自宫送出去，已经被挥刀自宫了，送到美国去了。那你台湾如果说没有台积电这种经济上面重要、科技上面重要支柱，地缘战略上面也不再是如美国所认为那么重要。然后你光靠一个说我们是民主坚如磐石的盟友，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认为美国对你还会有多少支撑？尤其是这次的美国立刻明天就要到这边来，我跟你讲，他来做什么呢？他就是来看你赖清德的就职演说的演说稿到底讲些什么。因为美国现在实在是分身乏力的。没有他现在就先到就职演说之前他就先来，一定要先交代才行。对，先交代。然后还有一段时间你看为什么一当选马上隔天就要飞过来？改就是看你的就职演讲稿要怎么样处理嘛。那我相信解放军来讲的话，这时候更放手来做这不管是灰色地带的这种挑衅或者干嘛，他是更放手来做。原来他还抱着一线希望，你会不会有国民党的人来当选？现在民进党当选，他就放手开干了。对，后续来讲，我们不管是可能这个军机可能就不只是到中线了，可能是更逼近到滨海区临街区24海里，或者是夺取你一个外岛，对不对？或者是说封锁你，或者是把你海底电缆给你切断。我觉得这些都很可能是解放军后续会做的一些动作。那我们大家就后续要等着看了。